各位诚心诚意的观众，大家吉祥。这个农历7月是我们的孝亲报恩的日子。话说回来，在农历的7月，在印度呢，那个时候梅雨季节，所以佛陀跟弟子们说，我们不出外托钵，因为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这个虫啊，这些在草上面的细虫，我们看不到，或许会踏死它们，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精舍里面打坐修持。那么信徒们听到了佛陀跟弟子们这么样的精进，就也会从四面八方的来供养佛陀，供养这些弟子们的精进修持。所以我们的佛陀带领着众弟子们在寺院里面精进修持。当然了，在这1个月静静的修持，乃至3个月的结下安居当中呢，当然有所悟，让自己的道业提升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其中的弟子呢，他叫做大目犍连尊者，他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，我的母亲啊过世了，可是呢，我在梦中啊，我觉得她是在地狱。”佛陀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自己在打坐当中就看到她非常狰狞的那个样子，痛苦的样子。然后看她饥饿的样子，在打坐当中啊，然后我就修持当中，我希望她能够得到食物。可是呢，我观到她得到这个食物的时候，这食物都变成火焰呐，而且不能吃，而且这个喉咙啊像这样的细，怎么办呢？佛陀，我感觉到我怎么帮助我的母亲？当然，他也说出为什么母亲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，不幸这个因果报应，所以往生之后就不解脱这个心里面非常难过。那佛陀就告诉大目犍连尊者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在7月的时候，就这个月份你看众弟子，你的师兄弟们每个人都精进修持，大家都是法喜充满。你请众兄弟们给你母亲诵经回向，希望你的母亲能够得解脱。当然，果然在大众的诵经功的回向，他的母亲也得到一个这个忏悔觉悟这当然一次再一次的轮回转世，才能转为这个我们人道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7月份农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其实要懂得来孝亲报恩，才是真正我们7月份的意义，不是去只是做法会、烧金银纸、出功德。所以这个7月份里面，确实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，父母亲之恩，这个永生报不完；我们的师长恩，我们也是永生报不完。跟佛陀的恩，我们更是永世难忘。那么在这么多这个众生恩、佛陀恩、父母恩、师长恩、四重恩之下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确实我们要懂得日行一善，我们的心中时时要有正念、感恩、慈悲。所以我们努力正向，我们一定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贡献，在家庭里面贡献，我们事业上贡献。好了，我们有了贡献，我们有这股心中就法喜充满，心安就会成功。所以孝亲报恩敬老它是合一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诵经要自己来诵，抄经自己来抄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所谓有功德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7月份农历7月的时候，来寺院里面礼佛、打坐、参与学习，或者是跟着法师们一起来诵经回向。最重要是我们得到的就是法益，我们得到了就是感恩，我们得到了就知道把这个孝亲这个美德代代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希望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一样有忠孝仁爱。阿弥陀佛。